各位朋友们好，今天咱们的话题实在是不该我讲但是这个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不安定这是个大问题这很多人心里起火所以从佛法角度来说，为众生离苦得乐去着想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要解决。就这个大龄女生越来越多，得把它促成她的婚姻，安全的嫁出去，社会就安宁了。你们俩应该有感触吧？尤其是香可其实有感触。对周围也是看到很多这样子的女孩子，30多快40了，哎呀，每天愁愁，不光自己愁，家长更愁。你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对吧？对，到了这个年龄嫁不出去，确实不容易对，这个30、40岁的感觉，其实有点已经是阿姨级的了。对呀，以前都可以做奶奶了，是吗？再早些年就是这样。可是现在呢，你说自由恋爱，你自由到哪去了？恋爱是自由的，但是没人爱呀。不知道怎么谈不知道怎么找呀。甚至还有的是见面死，一见面就不行，就是这样的。对，就是这社会确实不一样了。我就记着以前好像就是男孩子长大能娶个媳妇儿，能讨个媳妇儿就特开心，要很努力。那时候男生发愁。是。对，说谁家儿子娶不上媳妇儿，这个要娶媳妇儿，你像过去在农村要盖一套房。就是。要有这个田产要有这些很多工具。还有各种的家庭用的什么设备机器对，那一套东西买了你才能结婚娶媳妇。就是。现在反过来了。现在网上有那个，真的是有准岳父吧就是说谁娶我家闺女倒贴30万，还有这样的帖子。这个不算多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谁娶我家闺女，我送她3000万。哎呀，我弄不清什么币反正活出来了，就非常急迫的需求。哎呀，所以其实真是个问题。大家我们说着的时候一边笑，但是大龄青年呢就一边哭。哎呀。真的，其实就是我们到世界各地，经常到禅堂去，然后很多那个人都会来咨询师父，就几乎每一次都会有，就是来问这个婚恋问题，对，找不到对的人，很少有人找我说，师父你给我看看我的结婚日子，80%找我来咨询的都是婚恋问题。师父我的那个他在哪里呀？都着急都摸不着边不知道在哪找。是的。师父，我们今天还有一位网友就是看了我们这个直播标题，就写了一个信过来。她也是一个就是大龄女生。是。给师父分享她的信她这位网友叫小叶。她说：“师父好，我今年36岁了。就是回想起我20多岁的时候呢，除了年轻，那时候我几乎什么都没有。但是呢，那时追求我的人非常多。然而，我始终没有找到值得托付终身的人，所以一直单身到现在。我现在呢，就开始被迫去想一个以前从来不敢碰的问题：如果这辈子我没有孩子，老了要怎么办呢？医生说，35岁以后就被称为高龄产妇，甚至有的人不到40岁就已经失去了生育的能力。我妈呀，比我更着急。他半开玩笑又很认真地对我说，只要是个男的能喘气就行，倒贴彩礼也行。听起来很好笑，可是我知道那其实很心酸。在很多家庭里，女儿嫁不出去本身就像一种失败。更残忍的是，我慢慢发现一个事实，很多男人可以接受一起慢慢变老，却很难接受相遇的时候你已经老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祈请师父帮忙。我听着也怪犯愁的。是，我听着心也有点酸酸的。是。那小叶呢？他的这个问题还真的不是他一个人的，就感觉是这一代人好
好像都有这样的困扰啊。其实，在很多这种发达国家的大都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些数据统计哈，就30到40岁的这个最适合结婚生育年龄的女生，有30%到50%都还是单身。对，这个情况确实越来越严重。对，对，我们走过日本啊、香港、台湾都是这样。是。对，越来越厉害。对。那这女孩老大不小了，嫁不出去，师父呀，那咱们今天也是哈，开了这么一场直播，怎么把我嫁出去？那首先就是也想请师父来给我们指导指导，那女孩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的吸引男孩子呢？这问得好，我是专家。为众生排忧解难啊！活出来了。哎呀，这就不要老面子了哈，就得正上哈。感恩师父。这给这些这个大龄女孩子们呢，还想想主意。就是。可能我说的东西就是比较老套，比较传统，比较老套，或者是有些叫相对来说比较平安平稳的一些观察。对，是这样的。其实我就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思考和研究哈。其实有很多个点都很重要，因为婚恋这个东西啊，它和你就是随便买了张电影票去看电影都不一样，它是很复杂的。因为复杂，所以大家这种对一个复杂的这个人进行多方面的观察与思考也是合理的，毕竟是要托付终身啊。大家以后相亲相爱一辈子，一过就是几十年，是不是啊？很多夫妻一起过日子时间哈，远远比这个孩子在父母跟前待的时间还要长，所以对那个人呢进行一些选择和考验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咱们今天的话题呢，说怎么样把自己给嫁出去。第一个最重要的是第一印象。第一印象。这个第一印象，你能想到哪里吗？外貌。就是一见面给人的感觉。对，就是一见面，比如说，这个张阿姨给我们介绍在哪个咖啡馆见个面是吧？先确定了谁是谁之后，小张啊、小李啊见面，坐下来之后，其实就是一直在互相打量是吧？像两个狼一样在那打量，对吧？对吧？彼此其实。你说叫欣赏，就不是说彼此观察，这个时候谈不上欣赏，叫观察对方。你看你长得好，我也得观察，是不是个坏人？是不是只是仅仅长得好而已？对吧？各个方面都在很紧张的观察着对方。对，他不是说你是一个卖东西的卖货员，你只是买个货，观不观察无所谓，对不对？反正这每天总有很多客人。像流水一样转动，对吧？但是要走在一起过日子，所以观察才是应该的呀。所以观察看到的你的行为举止、你的身材身高皮肤的状况、发型、穿着说话的声音、走路的姿势、坐下来的感觉、彼此交流的那种感觉，都属于观察的内容。就是你的一举一动。全被对方录入到眼中对。那这个第一印象的这个好感呢，所以我们其实经常我们在出去办事情、见朋友是吧？找工作，没事咱们去找工作，英文就是 interview 那个是吧？有一见面的时候，那经理就会想，我今天见了10个人，回忆一想的时候，再看着那个报表上，他爷爷照片也有讯息，对不对？还有回忆说，我见了哪一个人的那个感觉，就再看看当时的这些评价，等回过头来一琢磨琢磨，有时候也挺难琢磨，到底哪个更好，是吧？所以你的第一印象呢，就至关重要。你看有的人一拿就想找工作那个报表，方方面面都好，怎么我一见面，今天我就是应聘官吧我来帮着给公司招人，等一见面的时候。总感觉这人缺点啥呢？比如说还正宗的一个博士毕业，说这个毕业证书也不是假的，学校也是对的，这个倒没有骗人。总感觉到我要想招他进公司的时候，总感觉到
就很莫名其妙有一种觉得不想招他，或者有种遗憾的感觉。为什么呢？我所问的话，他也回答的都是合格，但我这么就没有一种激情把他招进来。所以我说这种感觉，你们也有类似感觉吗？有。就遇到某种人，对不对？甚至你在看某种相亲节目之中，说哪个男生哪个女生，有的人说哇他长得好啊，但你看的时候怎么没感觉？没感觉之后你呢，生怕自己判断错误，说我再仔细打量一下这个人嘛，说好看归好看，我没感觉，是不是有这种吧？哈，对，这里就欠缺了一种灵魂的东西。对，虽然都对，但是你对他不动心，没激情。连观察者都没激情，那这个双方见面的人呢，同样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所以有的一看这个人觉得五官可以，哪都叫做完美的，可是你和他就是有距离感。按照现代江湖说，这不是我的菜哈。哎，对，就他长得好归好，但是我就不爱吃，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见面第一眼这个感觉很重要。所以我给大家介绍，那怎么样才能把这个见面第一眼的这种感觉哈变得更好呢？交流一下哈。对，先是说你呢注意自己的这个卫生，是吧？你们那个穿着打扮上，比如说你的衣服，比如平时你工作上班。如果靠北方嘛，不是南方那么热的话哈，你曾经穿的一个衣服，其实也没出汗，也不脏，可能挂在你的衣架上，自然的空气和风一吹，其实过2天再拿过来再穿，一闻没什么不好的味道，再穿，是吧？在北方是可以这样的，要在南方肯定不行，是吧？好，衣服的整齐干净。那么第二个，你的这个整个配套的这一套，是不是协调？我是发现了，说有些人哈，不管他智商多高，但是对审美没感觉。比如说对衣服的样式和颜色是一种相反的。叫我一看，哎呦，搭配不好看，所以他就非得搭配上。就是这样，非得搭配上穿上，我就觉得，他真的是没有审美的感觉。你说人中有这样的人吧，就是不会审美。还不少呢。他自己买衣服哪个难看买哪个，当然他不是想有自杀心理哈，我用我的丑陋逼死你们哈，他实在是不会审美。所以怎么难看怎么穿。这个还能听下去吗？好，需要我讲这么细致吗？还要的，师傅。我记着就是我们以前面试的时候，就有一句英文叫 "dress to impress"，就是说去面试的小伙啊、年轻姑娘啊，都是要靠装，人靠衣装，马靠鞍。对。这个衣服穿得好，就能给人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没错。你穿上丐帮的服装去应聘，多数门都进不了，对吧？但是你穿上一套笔挺的西装，把头发抹亮点，穿个皮鞋，就会感觉到干净利落，像个王子，是吧？是。自己都觉得挺精神的。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衣装哈，就是能装点人的气质和容貌。对。那年轻姑娘穿一些什么样子的，就是衣服会更容易吸引到男生呢，师傅？年轻姑娘她也是一个。我只是笼统的说哈，就是像我觉得年轻女生穿的就觉得比较温和温雅淑女的那种感觉呢，是我确实也有评价。经常我也会看一些网红，比较优雅的网红，他们在讲一些事情对，你比如说这个上衣就是一个白衬衫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年轻女生如果脸白一点呢，你的领子呀，或者胸前那个装饰条带一点那个花瓣式的皱褶，就会挺好看。还有呢，比如说白地带一些黑或者深蓝的碎花的，
不管是绣上去、缝纫上去的，还是织上去染的哈，都可以。哎，所以它给你一种感觉，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一种好感。对。哎。清纯优雅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所以它这个颜色和样式就会带给你一种，这就是一个看着很舒服的一个小姑娘，啊，就是这样，就有点清纯小姑娘的感觉。对，这是我倒比较不太同意说我的上衣穿了一个大红大绿大紫的某种衣服。或者几个大板块拼起来的，像外国小丑一样那样拼，我觉得冲撞、突兀的冲撞，会给人感觉呢是有点残片的感觉，就一个碗摔碎了又粘在一起，那感觉就不太好。对，所以这个优雅感很重要。就颜色也不要太重，对，还是清淡一些好。对。当然上衣就是浅色啊，比如浅粉、浅绿、浅蓝，或者米黄都可以啊。那个裙子呢，如果是夏天，裙子是最好。男女生差别，从穿衣上最高的差别不就是女生穿裙子，男生穿裤子吗？是不是啊？所以女生穿个，我是觉得优雅，要显优雅就是长裙。优雅一点就长裙，也比较方便，比较安全，是吧？哎，对，优雅一点。所以这种有一种叫做粉蓝、粉紫、粉绿，其实就是淡淡的。它我说的颜色上带一点淡化，就是它的叫做所谓的粉的概念，就粉饰了一下，就中和了一下，用把它的颜色和白色混合了一下，就是所谓的粉。哎，这种粉蓝、粉绿说什么？粉蓝、粉绿。浅粉色。对，浅粉色知道哈。哎，这种碎花裙，相对也是觉得挺好的。比单色的呢更好一点，就是那种有个挺比较，好像容易和人配合的那种小淑女的感觉，这种感觉会多一些。因为你想，你穿上这样的裙子，搭配很多衣服是容易搭配的，所以穿上这样的衣服呢，它和人的配合度会高，会增加好感。就是很多姑娘感觉就是我在电视上有的时候看过哈，师傅，对，有的小姑娘小的时候也不在意，然后头发也乱七八糟的，脸也不收拾，但是有可能突然有一个什么好的机会哈，要去见一个什么人，妈妈呢就带她去理发馆好好收拾一顿，然后好好的去穿一身很漂亮的衣服哈，真的就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姑娘变成一个小公主了。对。对，这个对，一个是发型哈，还有服装的这个更换之后哈，他就好像换了一个人，甚至都认不出来了。我怎么变成这样了呢？对，换了衣服，换了发型，就是这样。对，气质完全改变，真是这个人靠衣装，马靠鞍呢。所以衣服哈，选择恰当的衣服是非常重要的，会增加你的魅力。那我们讲了衣服，师傅，那个鞋子呢？女孩子穿鞋子有讲究吗？穿鞋子哈，对，其实我在讲这堂课呢，就是我给大家其实动了很多脑筋，来琢磨这件事儿，帮我们这些年轻小朋友们呢解决这个婚事儿哈，动了一番脑筋。我们做了一个两双鞋子的对比，比如一双白球鞋，一双这个黑皮鞋。我说的像黑皮鞋，你看白球鞋、黑皮鞋都是普通的那种，对不对？对。那我们今天的网友朋友，大家自己看，你觉得哪一双那个鞋子的那个人觉得更高雅呢？对，网友朋友们可以踊跃的留言哈。踊跃的留言评价一下，就是你看到的感觉哪一种更优雅，哪一个人更吸引你？这评价的是鞋子哈。对。其实要不是师傅这么用心的去为我们准备，我平时都没有关注到这些点啊，师傅。你看，网友回答说皮鞋、黑皮鞋，几乎都这么回答。你看，这就是大家的眼光是对的。对，所以呢，在相亲的
头几次见面哈，如果同样一个人哈，头几次见面，我是讲头几次，因为还不太熟悉的时候，尽量穿的是黑皮鞋。现在我们讲的不要讲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之类的哈，就是我们大众常态就是这样。黑皮鞋，它的好的感觉，好感是高过于普通的运动鞋、球鞋。你看这个还不是什么高跟呢，这皮鞋啊，也不是一种新款式很漂亮的样子，这是个非常普通的鞋，其实有点像当今中年人穿的鞋，是不是啊？几乎是平底儿嘛。对，那你想想哈，咱们把它换上一双高跟鞋，你看会什么效果？再一个很漂亮的花边裙子，一配上去，那个高跟鞋的气质，就会觉得这人就很优雅。除了高跟，而是高贵。是。对，它会有一种高贵、优雅富贵一种气质就会出来。光看这双脚，就气质就非常好。对。一下子就把自己抬起来了，感觉这种。对。黑色恰当的高跟鞋，就会把人的那种身份地位，好像给抬高了一样。对。虽然我们心里并没有这样的分别心，但是事实上，它对你的装饰的感觉就起到了一个高贵的作用。那师父，鞋子的这个就是在人从头到脚这一身装扮中的加分，是不是比穿这个裙子还要更加分呐？没错。其实如果你穿上这个高跟鞋哈，刚才我们的模特也有穿牛仔裤的，也穿高跟鞋，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如果裙子的好和鞋子同样都好的话，裙子加了10分，鞋子加了12分。所以如果脚上没好鞋呀，你的品位挫半截。但是如果脚上有好鞋呢，品位高半截。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它是一个俗语哈。所以脚上有一双恰当的好鞋，就会你的那种优雅感你的贵重感，就谁都希望自己是有价值的嘛。就会人的那个风度哈。因为还有一个女生穿上高跟鞋走路呢是昂首挺胸的，就她这种鞋的制式决定了你的人体一定会挺着胸走路。就挺着胸走路的人的就产生自信感。对，甚至是踩出来那个踩地的那个声音，咔咔的声音，也会增加你的自信和风度。是真的是这样。好，感恩师父，这个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女孩子其实。就是我周围的那些还没嫁出去的，经常出去，好不容易有个约会的机会吧，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球鞋。不注意吧？就不知道不懂。对。上次我在那个马来西亚，我们有个小姑娘，说见了面2个，一见面就死，对方都不想搭理她，对男生都不想搭理她。这姑娘长得还是不错的。我说你穿什么衣服？就现在这衣服啊。你们刚回来嘛，他底下穿了个那种海绵鞋哈，就是整个像那个塑料气泡造出来的，有洞的那个。Crocs 那种。大概属于那一类。大头鞋，大概是那一类的。对。这个鞋吧哈，穿上也许环保，也许烧脚，也许幸福，也许快乐，它有它的卖点了。我不会贬低哪个品牌哈，我说它给你穿上去的感觉。穿这个是相亲，形同于找死。对方一看就是幼稚，穿这双破鞋，就会有这种感觉。这个鞋其实并不难看，但是和聪明相比，它有点蠢；和高跟鞋相比的话，它有点保姆鞋。对，那你穿那个保姆鞋去相亲去了，一看就是麻烦了。因为这个鞋吧，它宽大圆，是不是啊？就像个大脑袋，这个太实在的人一样啊。那个鞋太实在了，所以相亲去应聘都不能穿这个鞋，对不对？你穿这个鞋就在家里一直擦地板，就省得换鞋了，就这方便，擦地板方便，不怕湿嘛，对不对？你说你在工作之中，你一会儿是玩股票的，玩基金的，
啊，是吧？弄上网电脑的，你穿这双鞋觉得不配，就不像一个有头脑的工作人员，是这样。那咱们讲了这个衣装哈，那女孩现在很多女孩也是很爱吃甜食啊，吃着吃着这个身材就越变越胖了。对，这一胖吧，妈妈也着急啊。就是让师傅，你看这个相亲的话，出去找男朋友，是不是这个身材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其实我也除了我有自己的主观对这个身材的看法哈，我们讲无分别心，所以你一见身材比较胖的，一定提醒我无分别心。当你提醒我无分别心，其实已经有说这人长得实在太分别了。对不对？你一个身体穿人2个号的衣服，对不对？2个号缝在一起就是你的衣服，说能不分别吗？你身材就是有差别。对，在正常穿衣服的情况下，就你想那个模特，男模特、女模特都是讲身高，整什么3围，对不对？他讲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他讲这个身材的比例之美，对不对？身材比例之美，就是哪怕我们塑造佛像。也有一个叫做美的标准尺寸，对不对？他不是说哪个身材丑啊，找哪一个，也不是，都是有个标准的。你最起码能分得清上半身，下半身，还有腰，是吧？这很多人也分不清，对不对？所以就是他这个整个长得太朦胧了，就我觉得像太极图圆乎乎的，太极图分不清哪是哪，这样你想你穿衣服这个身材，它就我们没有分别心哈，但是呢，这个就是从视觉看的来说，如果大家敢说话的时候，就觉得如果比较胖，就不如稍微瘦一点的穿衣服好看，是不是？人家看不到你内心，只能看你表面，是吧？你看大号衣服还撑得溜圆，那明摆着就是胖嘛，对不对？但你不要说这些男人都喜欢美丽的女人，是吧？对，女人不是也喜欢帅气好看的男人吗？对不对？男人如果长得分不清上下三路的时候，你也不一定有动心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自身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要求哈，身材的这个状况啊，这个肥肉的多少，我觉得确实需要自己好好考虑一下。也不要怪别人对你有分别心，怪你自己太不见外了，是不是啊？开那么大的汉堡，说不吃2个睡不着觉，对，我有个亲戚的孩子7、8岁，对，我那个亲戚老大妈就跟我说了，说那孩子啊，如果他爸买只烧鸡，刚吃了个鸡腿，这孩子晚上半夜不把那只鸡给吃完，他睡不着觉。所以第2天他爸一看，冰箱里放了一堆鸡骨头。知道是吃的，说谁吃的？他说你供的神吃的啊，所以这孩子越来越胖，越来越胖。烧鸡算什么？这根本是乳猪啊，就是弄得很胖自己这个身体。对，其实后来医生警告说，这么小孩就容易得脑血管疾病。真的不行，太胖了。对，真的像个小肥猪，对身体都不好。所以的话呢，这个。男生女生们呢哈，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种就是自爱，要注意健康，要注意适当的运动，还有呢不要傻吃。我之前一直理解不了，因为我不是特别贪吃的人，我也曾经像在10来岁的时候，我曾经有邻居蒸包子，他就蒸的包子香的呀，那天我是饿的呀，是吧？我早晨我3点钟起来就练功，对不对？你下午3点半，这一顿饭都没吃呢，你看我饿得眼睛冒金星啊，我都看到神了，就那个状态，他就蒸的包子，这阿姨也不会说话，说你吃饭了吗？我只能说吃了，你饿不饿？他问我饿不饿，我不饿，我那个时候我觉得人生好苦啊，关键他2个孩子每个人在那吃肉包子，哎呀，折磨的我呀，我就是就是那个项羽那句话就出来了，恨天无还，就是这太着急了，
哎，他小时候我只知道我那次呢很馋，之后我没有记得自己很馋过，哎，所以到后来我就听到有些，尤其是小姑娘们，我当时我以为开玩笑。你看在台湾经常那个卖那个糕点卖那个咖啡的那小店嘛哈，会在门口玻璃窗里头放着很多很漂亮的小蛋糕，而且不同颜色切一块拼一块，放的可美了是吧？哎，这些年轻的这些女生哈，走上路说，哎呀，就在那开始很痛苦，哎呀，我是吃还是不吃啊？就在外头就开始运气哈，就是运着气做决定找方向，啊，主啊。指导我一下，吃还是不吃啊？很多女生就在那犹豫，就琢磨吃还是不吃，对不对？最厉害的女生徘徊了一下，抹完眼泪说走，就没进去吃啊。这就高境界。有人说，嗨，不吃白不吃，人生就是几十年，进去。从那里再出来，立刻就感到，哎，有效哎，这些奶油全跑腰上去了啊，就这样的坏处是，多好看的衣服，等他穿出来都是圆的，就没有了人体美，这个造型没了。那这样你在如果婚恋之中，你想初步我就打动你，可能性就少了，对不对？所以人的美啊，不光是脸长得好看，还身材也要配上去，是不是啊？哎，他这个分得清上中下三路啊，对你这个才觉得才值得去找对象，可能。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对你有动心就会，你们觉得对吗？我们觉得对，我就想起以前那个欧洲，欧洲的那个贵族的女孩子哈，对他们长到一定年龄，妈妈就给他们束腰，束腰啊，就是每天他们出门之前，他们穿的那个很漂亮的裙子，出门之前都得先勒一个很紧的腰带，好像，就是勒住，你看，就是把腰勒得细细的，他一听说有很多那个东西是用牛皮做的，固定好一个样子，使劲勒啊，对，就全把这个腰给勒细了，这样才能嫁出去。你还没结婚一个大粗腰，说等结了婚多粗都不晚哈，就结了婚之后，结婚前腰要细，这通常就是女性身材的规则，就是这样。你不是为啥？不要说为啥，世界人们共同的审美观就是这样子，啊，那你要想早点嫁出去，最好遵守这个规则。所以花把子力气，是不是啊？修定力，啊，第一个，不在河边走，啊，不去看蛋糕的橱窗，对不对？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是不是啊？不去溜达那些美食的地方，对不对？得给自己吃的饭量吃定时，怎么定时啊？我就这小盒，就这么多拿进来，多了我不吃，这需要你的定力，啊，也别把自己饿坏了啊，在饿不坏的基础上，适当的食物少吃一点，啊，这样的话就一定能减肥，哎，就是这概念，所以有个好身材，一定会魅力无限。确实，这个外貌还是挺重要，在找对象。像我们网友有一个留言，他说：“不是现在很多人都说，哎呀，就是外在不重要了，就看内心嘛。”然后，但我们网友留言的，我觉得也是很现实。他说：“就是如果不喜欢你的五官，怎么会去了解你的三观呢？”说的很有水平。说实话，就是我不喜欢你，懒得搭理你，谁解读你内心了？是。对不对？你的内心之美没看到，但是外在的邋遢让我看到了。至少他的开始定位说你是一个挺不讲究的人。第一个不注重卫生，第二个不注重外表。说咱俩结婚，你是恶心我吗？还是给我带来幸福呀？对不对？你为了对方好，你也得减肥呀，你得变得更美丽一点啊，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你不要说我胡吃闷睡，把自己吃个大胖子，又不好好读书，也不去运动，我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字儿懒。你变成这个样子，完了再给人说的时候，嗨，你们都不注重内心的美好，说你内心哪美好了呢？对不对？总是往内心说美好的时候，难道外在实在没法让人见吗？对吧？这个也我觉得是内外兼修才是这样的哈。所以一个高雅的一个女性也好，一个男人也好，
我觉得内在美也有外在的美，这种结合不是更受人欢迎吗？对，你不是更容易结婚吗？是，就为了这个目的啊！今天咱讲的内容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并不是为了解脱。你吃成那么胖，确实很解脱，对吧？不用离婚，因为根本结不了婚，对吧？就是这样子，其实也省事儿，哎，解决问题了，其实，师傅，外表上我还想到一点，就是那个皮肤啊，对，就是要光泽啊，对，要适当化点妆。你就是问我，就是皮肤要不要管？皮肤重不重要？是重要。因为你一个年轻人哈，不管男女哈，他的皮肤啊，真的像打气球一样，他那个皮肤的那个能量感哈，你比如说你20岁和40岁比的时候，40岁最不该提的事儿是，怎么这么可恨？那个脸没事就长皱纹，为啥长皱纹呢？自己在那瞎琢磨，对不对？哎，你最恨的是那个皱纹，你都不适应长那么多皱纹。其实人30岁就开始长皱纹了，只是想方设法睡觉的时候把它烫开而已，对不对？把它熨平了，都为这个事儿都在发愁，是吧？其实，所以那个皱纹怎么来的呢？你的脸的皮肤下有一层非常叫青春的东西，有一种咱们把它起个名字叫青春甘露。到40岁，青春甘露都释放没了，对不对？所以人到中年呢，有专门中国人起了个名字叫朱黄，本来是绿叶就变成黄叶，为啥呢？水分跑了，对不对？水分跑了就是变成黄叶子了，是吧？人老珠黄，就是你的那个年轻的美丽的那个青春甘露已经释放完了，所以就剩下黄树叶了。这个皮肤不管怎么整，40岁的实在没法和20岁的姑娘比。不管20岁的姑娘长得美还是不美，皮肤实在没得比，对吧？所以年轻，这是个很好的本钱呐，对吧？找对象要趁年轻啊，所以你到30岁以后，你就不如20岁出头你就开始找，就容易找到啊。所以20岁那个皮肤啊，真是充满了无限的弹性，那叫美丽哈。对，这是一定的，哎，这不是说看人的这个色相美。不是，我们就正常分析人体的话，20岁实在是最美的时候，但是40岁开始，从这个你的同样一个这个人来说，你的20岁比40岁美多了，你用照片比都知道。所以呢，我有见过那个有点年龄的师姐哈，实在不讲究，她的心灵太美了。他根本就不照顾外在的沙漠，本来还是农田，后来变成沙漠。那个满脸经常爆着皮儿，嘴上经常露着死皮。我嘴上都没那么多死皮，他怎么会出那么一层死皮？我觉得培养出这么多死皮来也不容易。哎，我就觉得他心灵真的很美，但是外在实在是沙漠。他很难激起别人，尤其是异性对他有一种好感，心动的好感。从那儿之后，心动就心停动了，就不会动了。那怎么会动呢？我一看呢，你心如死灰对，他就是没有了青春靓丽的感觉哈。所以一个女人把自己的脸收拾得干净，用泰国话来就是水当当，就是水汪汪的，从水汪汪的眼睛，水汪汪的脸，是吧？今天。你去日本、去韩国，很多人一箱子一箱子买的全面膜，是吧？面膜的主要包含的是个啥呢？水。其实主要就是补水嘛，对不对？还是说，比如说像北方地区到冬天开暖气嘛，皮肤容易干，对不对？那怎么办？补水。天天就是补水。甚至台湾天天空气中含有80%的水分，还说补水。为啥补水呢？补了水就是人家显得皮肤显年轻，知道了？这就是一个根本就不用动脑的一个秘诀，补水就完了。所以往你皮下注射的什么？水，最多就是苹果水，是不是啊？对，花的钱多，从水或者注射煲汤之类的，反正就是水分，就是这样。所以你的皮肤的滋润感、含水量
滋润感，嘴唇的滋润感和你整张脸，还有手，这些皮肤含水量极为重要。是是，所以说女孩子有的时候年纪稍微大一点了哈，可能这个脸色呀、肤色呀，确实就是不如年轻女孩那么好了，那还是要化一点淡妆，就是让这个皮肤显得更加 Q 弹的那种感觉哈。然后还有红润也是挺重要的。对，所以上一点腮红啊，是口红啊，这样子的，哎，就脸上要有一点颜色哈，这样显得精神一些，是吧，师傅？是。总问我干啥呀？我不内行，你要问我，我就回答。为大家献身哈。对，还有头发，我记得。哎，我给你举个反面的例子哈。男生吧就喜欢一些兵书啊、练武呀、健身啦。因为在整个男性的这个遗传之中呢，第一个和野兽作对，保护家人，对吧？那么第二个呢，你要去工作劳动，重体力活都是男生干。尤其这种叫保护与危险意识，是吧？那么在猎人去追捕猎物的时候，比如说一群羊白花花的，你知道那个狼或者金钱豹容易追哪一种羊吗？最胖的？不是，虽然肉多不会吸引它。第二个，跑得最慢的不会吸引它。跑很快。其实跑得很快的，还有头上身上有不同颜色的。比较独特的。独特的颜色容易吸引真正英雄的猎物。比如它是一个健康的狼，它是一个健康的豹子，它一定要追跑得最快的、跳得最高的那只羊。因为它是被吸引到了，被吸引到，虽然这个追不像爱情哈。追到你相爱，这个追到你就死，但是也是这么追的，对，所以呢，女生呢，你这张大白脸上，那个嘴，你想嘛，咱们做个对比哈，嘴唇的颜色是平淡的，虽然也抹了一些口红类的啊，口红分很多色嘛哈，如果你口红不够红，说口红有点红，对比一下哪个更吸引你？拿图片对比。就是红的话，感觉就更生命力会。对，有颜色还是好看啊。是。太浅太淡了就没有血色感觉。是。你看哈，现在这两个嘴的颜色，大家选左还是选右？我选左边。我也选左边。那我们看看网友们的选择。就网友们如果在听我们直播中，然后有什么相关的问题也都能提问哦。就可以在留言区里问。我告诉大家哈，如果选女生的嘴唇选的较红色的，是非常正常的选择，因为红色的嘴唇代表着青春、气血旺盛、美丽，甚至还代表着生育。所以年纪轻轻，嘴唇就发白。通常，如果年纪轻轻嘴唇发白，除非女生有固定的几天哈，那么还有，如果在正常健康状态下，你嘴唇发白，只能说你是头昏呐，还是心脏不舒服啊，还是胃痛啊？如果没有痛，嘴唇发白是不健康的，可能有潜在的疾病。刚才我们网友们也都是选择那个左边，就是红色的那个嘴唇啊，大家的审美还是很一致的。那除了这个嘴唇啊、脸上啊、腮红啊擦一点颜色之外，哈，师傅，这个女孩子身上是不是有一点淡淡的香味儿也会比较好？物以类聚哈。物以类聚当中是男女之间。如果产生好感，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它能占到1/3，它的重要性哈，就是你身上的气味。那你肯定说，这个气味是买的香水啊、香味儿给弄出来的呢，
还是自身带的？像香妃自己就带香味儿，对不对？哎，对，像麝香一样。那多数人是身上不带香味儿的，对不对？那男生不见外，制造的香味儿也一样收。你身上甩上去的香水味儿，男生就会觉得是你的味道，他觉得你带香味儿。所以很多男生也是情痴啊，你不管怎么弄上去的香，他觉得这个香我喜欢，你看一下就增加好感，对不对？就像那个假眼睫毛一样，因为华人眼睫毛怎么整也没有1公分长啊，对不对？你很多女生戴个假眼睫毛是吧？我觉得值得倡导，我都想买一双粘上去。对，觉得眼睫毛长一点的时候，说实在，开车那玻璃脏了之后要刷2下，玻璃就干净了，实用啊。那忽闪2个大眼睛，就显得美丽了很多。但是年轻男生，不管你是借来的还是租来的，反正长就会吸引人的啊。所以的话，这个很多时候，这个人们喜欢的某种感觉哈，对这个年轻的男生，他没有人生经验，他只管你此时他看到你是什么，他喜不喜欢，就是这样。所以呢，女生呢，趁这个机会哈。没有香味儿，撒香水，是吧？没有睫毛，粘假睫毛啊，对吧？没有眉毛，纹眉。咱们都得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了。是，哎呀，感恩师父啊。那有一些女孩哈，师父就是可能也是个性的原因啊，她就想标新立异，比如说这个耳环呐，可能一戴了10来个，耳朵上打了好多个洞，他生怕自己跑了。对，然后或者是头发染的颜色吧，就比较独特，比如说深蓝呐，就像我们亚洲人哈，染成深蓝或深绿色哈，就是比较，就是好像跟另类的这种感觉啊，这样子诡异感，是。这样子是不是就不太适合去谈，就是找男朋友啊这样子的？这个感觉就是你吸引过来的，可能就是跟这个同一类的吧，就是喜欢关键是谁在给他谈朋友？我觉得能真正人类给他谈朋友的人，胆量是够大的，至少是这种降魔高手啊，要么本来就是妖魔鬼怪，那正常的，比如说女生打扮成这样的哈。要男生能追求她的，真的需要点胆量，要么是他邻居，比较了解他，对不对？邻居男生觉得说没什么可怕的，我知道这小妮子，对不对？没啥，他就是爱瞎捣鼓自己，这个因为早年就熟悉他，所以不怕他这个装扮。如果在陌生男人看到这样的，也是吓一跳，是吧？我到底是搞一个人鬼情未了啊，是吧？还是我要和人类恋爱？对不对？所以这是另类，凡是另类是少数人才能接受的，对。那这样你找对象，这个面不就宽了吗？能选择你的男人变成少之又少，那可能只有1%。对呀，你本身你接触面再窄一点，那就不容易恋爱嘛，就是这样。所以把自己打扮的怪里怪气的之后，容易孤单。理解了，感恩师父。那师父除了外表以外，就是像跟那个男生就是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是礼节上啊，或者是行为上，有没有也需要注意的？注意的哈，其实很多时候有很多问题，不光是说男女生恋爱见面的问题，是吧？其实按照正常这个社交规则来说的话，其实有很多叫不成文的规矩。比如说你那个新认识的朋友，你绝对不能问你的年收入、月收入之类的，不能问，我觉得很冒犯。还不能变着花样的套话问。有些女生聪明哈，她总觉得遇上其他人都是傻子，就套话说到底你年收入多少钱，这些就形同于找死。是很多人，你啥意思啊？
你是来问收入，对不对？我收入高，你跟我走嘛，就这个意思嘛。所以很多人听得挺难堪的。我们就不是找对象，在社交之中，都是绝对不能问人家的收入，除非是特别两小无猜的老同学、老朋友，说怎么样，臭小子，你现在年收入怎么样？你们特别熟的不得了，没事儿。凡是正常社交的朋友，还有临时去男女见面的朋友，就不要问收入的问题。你像这个大家知道了哈。那还有呢，别死盯着人看，很多人盯着人看呢，快把被看的人吓坏了，眼睛使劲瞪着，还这样子，这是咋了？我脸上有东西吗？感觉见到法官了，就是压迫感，目不转睛啊。我有时候我们在遇到某个地区哈，遇上有些人也是使劲这么盯着你看，其实看着我也觉得不自在，说什么天一黑的时候盯着我看，我都发毛，说咋了这是又中招了还中邪了，就觉得有点你神志还清醒吗？对吧？所以死盯着人看也不好，所以不要死盯着那么看。在国外读书，老师都会说，给人说话都是看着人眼睛说话，是吧？别忘了，这是给人说话的时候。那这句话说完了之后，还不能说，哎，你喜欢什么车呀？一直还这么死盯着，都不动地方，就把对方看着就发毛，这是不合理的。在社会稍微高一点层次来说，这叫冒犯，这叫冒犯。如果他是你的经理、你的长官，你看一下就可以，这低下头去，就不要死盯着眼睛看，这叫冒犯和冲撞，所以还注意这个。你的情商稍微一高点，就看一看，眼睛转到一边去就可以了。最好不要和长官四目相对，通常得不到好。对。被训了，到时候就会容易被制裁。你怎么想冒犯我吗？就是这种感觉哈。对。还有呢，就是别吹嘘。说，你那个干啥工作的可以问是吧？比如说我是承包工程的，就是给人盖房子，也不是大公司，经常带几个人带几个兄弟干活说这个还可以吧？这个是吧？能，你盖的房子很大吗？比如你盖了个普通民房，说哎呀，台湾101都是我之前盖的，我还准备去日本盖个102就吹牛，对吧？旧金山大桥，是我爷爷修的，就你爷爷都没去过美国，怎么修啊？是吧？就是吹牛，人家说个1，你跑1万，吹牛的事儿不要，因为叫没有回旋余地。别忘了，你是为了交友、结婚。是吧？你是为了成家立业来的，你吹了那么多牛，你就没做过，你怎么收场啊？所以以后这个日子没法过。对方一看，对方你华而不实，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别人都是傻子。你说个假话的时候，你的代价是什么？是很高的，一句假话用1万句来弥补它，那很痛苦，是吧？还不如实打实说我没有。这么大的能耐，我不要吹这么大的能耐，对不对？比如说你同样是一个做建筑工程的哈，你就说其实我就跟着打工的，对不对？我跟着我们头打工，对方也不惦记你金钱多少了，对不对？你跟着他打工的，有做建筑的能挣多少钱呢？对不对？工程师挣10万，你跟着混的话，拼老命最多挣5万，对不对？对方也就不惦记你这个财富的事儿了。对吧？你一年挣100万，有时候说数字的时候，就是勉强糊口。我觉得，其实你反而越谦虚这么说的时候，对方越琢磨说，看你穿着、眼神、语气、你的皮鞋，这都不是便宜货，他肯定很谦虚，让他自己去幻想倒比较好。但你自己把好处都说完了之后，对方说哪句是真的，对吧？因为人都很聪明的。所以别吹牛要说些靠谱的事儿，不要说那些不靠谱的。对吧？还有一个，别给自己不要给对方展示你们家或你爸爸的一个贵重的手表啊，你叔叔的跑车呀等等，不是你的别开去。
你想嘛，都想让自己的各种好处而取悦于对方，对不对？所以男生呢就一定要装富，女的也装美，对不对？说没那么美，使劲画，使劲画。男生的时候没有，我去借。这些将来都很麻烦。比如说，女方当真了，比如男方开了一个很贵的跑车，对不对？说那跑车就是50万美金，是吧？哎，咱们给你订个婚，你送20万总可以吧？对不对？你送个20万的礼物可以吗？拿得出来吗？你年收入才2万，你家里没有1分存款，上去年的电费还没缴呢，对吧？那不难堪吗？对不对？所以难堪的是自己，被动的是自己，是以后结了婚之后，你们家人都数落你，就尤其是这个老婆家的啊，都会数落这个男生。当然是看谁吹的这个牛。所以的话，这个我觉得初次也好，还多次见面也好，反正吹牛放炮的话，尽量还要忍着，不要吹，你会付出更高昂的代价的。因为对方如果信以为真呢，你要付出更多的钱，你借钱你也得拿，对不对？所以的话要小心哈。那么还有呢，声音也不宜过大。比如说你们在咖啡店聊天，别人也在那喝茶或者看报或者是用电脑，对不对？那你们大声的说话，说我爸有2栋楼啊，这吹牛，越想吹牛声音就越大，因为失控了嘛。其实不好，其实最后整个咖啡店人全投向你的眼光，不是在称赞你，都在排斥你。遇上治安不好、脾气大的人，拿板砖就砸你了，就是啊，对，乱吹牛放炮，所以这个是不合适的啊。还有呢，就是刚认识不久，我还是觉得哈，如果你好好想恋爱，无论男还是女，不要说我见面3次，我们已经手牵着手干嘛？我觉得就是肢体碰到一起的这个时间哈，拖一段时间。别忘了你是在观察。你在观察的时候，你心里头并没有把对方当成你绝对唯一的恋人。如果没有真正的下定这个决心，肢体不要触碰，我觉得要保持这个礼仪。触碰之后永远说不清楚了。就你的观察那双眼睛从此就闭上了，就别触碰对方的身体，包括手指头啊，别触碰。我觉得这是一个界限。尤其是女孩子，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哈，女孩子观察的时间长一点，也别主动去牵男生的手。对，要这样子哈。你不要说你前头谈过2人男朋友，你觉得对男生已经不害怕了，说早晚不要牵手嘛，先牵吧，不要这样，就是容易失控，你就失去了观察能力。所以很多人是嫁错人，就是这么冲动来的呀。所以尽量别冲动。如果再问还有，提醒的太好了，师傅。对，其实很多人可能也是有这个问题了，就是那个我身边的朋友也有这样子问过我说，这个初次见面可能彼此之前也不太认识，然后见面就寒暄了之后，感觉就没有话题聊了，就很尴尬，你知道吧？就是做那个。就感觉就无话找话说，然后之后就不知道要说什么好。对，对，我理解这个感觉。问题是说那怎么聊天啊？怎么聊天？怎么把这个天聊下去？我想出来一个招。我遇到2个这种行销高手，就坐飞机碰上的。对，一个呢是。推销人寿保险的，一个是银行工作的，就聊天，他们就很善于聊，我就问过，哇，你们怎么那么善于说话，那么善于沟通哈？我是发现哈，我们聊天了5分钟之后，人家那个表情随和的哈，微笑的感觉啊，就像多年的老同学重逢一样，就是跟你聊得很自然，很开心。我们就顺着他的那种引导哈，就他也感觉到很亲切一样，就聊起来了。最后，
聊了2个小时之后，我们才醒悟过来，说我们怎么这么快乐的和一个陌生人聊了这么久？说你干啥工作的？哦，他是一个优秀的人寿保险的一个这个销售者，是他们公司的冠军级人物。我就说，那你们这个跟人聊天的话，因为要公关要卖商品嘛，你们是不是训练过的？他说是。他们就不止一次的，就多次的有上头的专门请的老师，叫沟通老师，教他们怎么样破冰。比如我见你一个新商户，就敲门打开了之后，说我是干啥的，聊起来，很多人说没空，梆把门就关上了，对不对？他就会第一招怎么办，第二招怎么办，第3招怎么办？当然不是诈骗哈，好，简而言之哈，总结一下，他的这个破冰术和你能聊起来，他先一定要了解到你是干啥职业的。咱比如说你敲门打开门的这一家也是在银行工作，还有什么爱好？开跑车。我说哪一种跑车？那人说法拉利。说哎呦，我这么说，我同学家也有一辆法拉利，我坐过，可是我没有开过，我都感觉挺难开的，一定要示弱，挺难开的。我试试，我没法驾驭它。比如对方这个人也是个女的，正好说，女的说你都不能驾驭吗？我不能，我害怕，我心慌。这女的说，哎呀，可以，我给你讲一讲，你就不心慌了，因为是他专长的。那就一个正常人是不开跑车的，对不对？开跑车跑到那个赛道上去，人心就是慌，因为速度特别快，还有很多道是倾斜的，慌也正常，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一个就算业余车手的话，他一定要讲这个惊慌失措的这个过程，他是怎么过来的，怎么掌控的，有什么秘法和秘咒啊？他就想，好吧，我教你2招，是吧？一到拐弯要垂直的时候，舌底上颚，气沉丹田，两眼双瞪，对，比如说他教了你一套方法，就是说，那之后呢？之后说，等从坡上下来之后，深呼吸3口气再加油对吧？他讲的时候，那再接下来之后呢，说要买车了，因为你看，你找到了他爱好的兴趣点，而说的这个兴趣点呢，是完全可以在大众下聊天的内容。正好你要给推销的这个人，要找这个人的专长和爱好点，你就会不小心就落入圈套，你就会谈你的经验，说我是怎么的，你开始讲来的。其实你们很愉快的一讲，36分钟过去了。讲完了之后说，先生你是干啥的呀？说我不是干啥，我就是问你看，你爱开跑车对不对？我就是给你递一份保险。你有几个孩子呀？你看你这么幸福的家庭，很多实话实说，孩子不敢乱说的。有3个就是我有3个孩子，好吧？为你3个孩子的幸福是吧？我建议你买一份保险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呢，对不对？你看咱不用自己出钱，保险公司给咱钱。你比如说撞了车，保险公司给咱钱。尤其说的数字的时候，你看你这个法拉利碰一下就很贵，对不对？一碰一修就是10万块钱，没关系，保险公司给你出10万。他把这个数字放大，他的声音和语气，一听10万一下就给了，那我花多少钱？1800。划算了，朋友你真够哥们儿，你看就聊起来了哈。所以他就会见缝插针来推销他的商品，但是你还感觉到，他挺关心我的，其实不是，他就是卖这个的，对，他有他的压力，他卖一份，他有一份收获，他有提成当做工资的，卖得多赚得多，就是这样啊。所以是找对方的兴趣的事情，你提到他的兴趣，你要示弱。就是他会开跑车，我说我害怕对不对？说你是干啥的？网络的，
说我是编程员，是吧？网络工程师，说哎呀，我们家收音机坏了我都搞不定，钟表坏了都安不起来，对不对？我那个电子表现在没电，我都不会换电池。你说找我呀？说别说这个，我把你这样几样东西通过网络都给你串起来。那就开始吹了，是吧？你说哦呦，这是我终于见到我梦中的大神了。你听晕了啊！说我其实真的是大神，我根本就不是人啊！开始吹自己的江湖，是吧？这个IT 之道哈，对我的网络能力多强，对不对？哎，就开始吹，就是你就往上捧，哎，捧得对方很幸福，你们就建立了轻松的聊天关系，知道了？这是挺好的点吗？是，感恩师父指点了，对吧？要不然的话，都像就是很冷静的审问不该审问的犯人一样。是，说你是干啥的？对方说我是卖菜的，那接下来就会问一个月挣多少钱，对不对？你马上就吵起来了。说你无知吗？问我挣多少钱？啊，是吧？还有人说你没看我的表多贵，还问我挣多少钱，就反正不舒服了就，对吧？所以要避开询问职业和收入的部分，找兴趣点。好，感恩师父，对吧？顺着兴趣点往上捧，再加示弱。哪怕你是业内高手，你也说，哎呦，我不会，哎呦，这么厉害哈，再加一些这个声音的词汇，哎呀妈呀，这有一拍即合的感觉，俩人一下就合起来了。是，哎呀妈呀，你怎么这么厉害？哎呀妈呀，你怎么长得这么美丽？男孩子说：“你就是我最好的粉丝。”可有终于找到了我生命中的那个他。知音。师父，我们网友还问了一个挺有趣的问题啊。他说：“这初次见面之后，怎么知道对方对自己有好感？就是聊着之后，就怎么确定这个？”这个没有一种标准吧？别人对你有好感哈，通常是，要看春天看土地的时候，你看他的脸上有多少冰霜，凡有冰霜就无好感，凡是冰霜融化溶解，他的脸笑的是自然的，通常会有好感。要观察冰霜多少。你想，对方像一块冻肉一样离开了，那个脸哈，没什么好事儿。保证，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呀，他不会再来找你。那么你想呢？有好感还有一个说法，他给你加联络方法，现在都有手机嘛，是吧？他如果有好感的话，哎呦，今天跟你聊得很开心哈，咱们抽空是不是再见面聊一聊？今天跟你见面很开心聊的，真的挺好玩的，那下次要不咱们看个电影，或者出来喝点咖啡啊？咱们能加个联系方法，拿个手机出来，这个时候就是好感。如果拍桌子先起身就拿着包，就光看着地，避开看你的脸要走，这就是不开心了。还有一脸冰霜，你也别问了因为很难留住。对，所以有好感的话，他的脸上如沐春风。对，还有主动加联络方式。只要主动找你再联系，那肯定就是要联系啊，现在挺好的，下次继续听你讲故事。对，他不一定对你抱了某种期望哈，但是至少说咱们还在聊天，挺好玩的。对，也不一定是恋爱关系，这叫好感。你们觉得是不是？是师父。对呀，加个联络方式嘛。是。对方想进一步的再进一步了解你啊，是，至少想再见面。是，这就有戏。有戏。对呀。好。如果根本就不想见面，不回头，那麻烦了。对，那再追都很困难。是。要留下他。是。
好，那我们这儿有一位小张哈，他的网友，他呢约会了一个理工科做 IT 的男孩子，哎，他也是想请师傅指导哈。他说这个就见面约会了一次，这男孩人看起来还是挺老实的啊，但是呢，在约会的时候真的是不咋说话。那这个小张当时也没跟师傅学习，说要聊人家兴趣点这样的哈。小张就是说问一句他答一句，问一句答一句。最后约会呢，短短的没多久啊就结束了。哎呀，这个小张就想问师傅说，像这样木讷不善表达的理工男，我是应该多给他一点时间呢，还是说本来我们就不合适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女孩子应该怎么样拿捏分寸？想请师傅给指导。对，因为他遇到这个理工男呢，就是我给他聊了一下哈，这个理工男就没有表达出那么对他一下就很喜欢。眉飞色舞，又有赞美，都没有，很冷静，啊，就是没有说什么好听的话，也没说咱们加个联络方式等等的，就是非常平淡，哎，非常平淡。这个女生呢，就总想着说，从过去的传统上来说，就你主动一点啊，你说一些好听的话啊，哪怕是假话，赞美我2句啊，这男生把得非常稳，就是好话绝不说出口。就一字值千金呐，我就是不说。对。啊，这女生就觉得没意思。就是她可能不喜欢我。对。这没意思，我留着有什么用呢？留来留去就是一场空，恐怕是。我是觉得这样的哈。你是为了恋爱到结婚嘛？所以，一定要了解人的几种个性。宏观来说。一种人呢，沉稳型的，是忧伤型的；那另一种人呢，就是比较外放型的，阳光型的，是吧？能歌善舞型的。所以这2类是很明显的个性区分。咱们先说理工男嘛，你想，香可，你说理工男会怎么样？理工男就不太会表达，就不太会对情绪不太会表达，而且比较木讷，确实。就是一个是就说一个是，非黑即白，可能很多都是这样的。他们就是跟电脑打交道啊，跟人打交道的少。是，但是他见了女生都有的会紧张。对，紧张，然后都说不出什么。但是好处就是可能比较实在吧。我也觉得是。他一个我们通常的智商哈，智商当中其实含有不同的内容啊。通常见的时候，智商高，所谓的智商高，第一个叫记性好，是不是啊？10年前见的人说的话、学的东西，10年之后还基本上记得清楚，是不是？很多所谓智商高的人就记性好，记性好不完全代表智商高，像 IT 男多数是记性好，还有呢，他们对事物还有与科学相关的东西，这种逻辑思维也是很够，是不错的。但是他们适合于去做一个具体的工作，但他最不擅长的 IT 男哈，有1/3或者是1半的人是不善于与人之间相互产生关系和工作，比如说。做修理的人很难做推销自己，对，修理多好的机器，修飞机都可以，但是说要推销自己，难呐，对吧？他技术很好，甚至挣钱很多，但是不会销售，不会表达，或者叫不善于表达。所以就有很多这样的男生就不善于表达，但是做事能力很强。我觉得女生之中也有这种个性，也有，是吧？你看，就在那不吭不哈不说话。做事可厉害了，真有啊。所以你在这个和这个新的这个男女青年见面的时候，你先了解到这个男生是不是理工男。先想到多数理工男，不是所有哈，多数理工男他确实不善于与人叫灵活沟通。2个人见面，对吧？其实这个他不是初恋情人。男女方初次的1、2次这个见面的时候还陌生哈，
对于不善于交流的这个理工男来说，形同于上刑场一般的，非常艰难，很痛苦，甚至脑子都反应不过来，甚至跟人说话那个嘴都在颤抖，他的手也在颤抖。其实你没注意看，对不对？就是这样子。那你他多紧张，他怎么能灵活善巧的来应付你呢？背的台词早忘了，是不是？写的纸条塞哪个口袋都掏不出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要给自己一点充裕的时间，是吧？所以据说这女孩这半小时自己买单走了，是吧？就是你得给你的时间，你要交流，还没破冰，还没聊天呢，说啊对方就不喜欢我，我觉得有点快了，所以不要下结论太早。其实也是，就是如果说这个人他就是非常的善于言谈，然后很会说话，然后又对都你要什么都能说到点上，其实也挺可怕的。我也觉得就是这个人，尤其是如果年纪还大的那种。那就像我遇到的行销高手呢，对，甚至是一个诈情诈钱的人呢，对不对？因为他已经是老手老油的，骗了很多人了。他见了这个女方也好，男方也好，他哪一步都是有步骤的，都是陷阱，每一步应该怎么说怎么做，但是说出来的话，都是让你觉得好中自己的内心呐，听得好舒服啊，是吧？听完之后，对方说心里好舒服，就谈论说好窝心的，就是心里很温暖的感觉。其实这反而是诈骗的比较多，很多说好话，但是不干人事啊，对不对？那个理工男不会说好话，但是也不会干坏事啊。是。对，那你要从中做出一个区别和选择。看你想要什么。对，理工男反而踏实，可能有的还是很踏实、老实一些的哈。我认为理工科的人通常他情商不够。对。虽然坏心眼也想过哈，但是一般还是比较憨厚的多。对吧？那你想那些骗婚、骗情、骗钱的人呢？那根本就能说会道，你防不胜防。你本来都提防着对方呢，结果被人的10分钟的谈话已经把你俘虏了，对不对？他带你走，你就跟他走了。你觉得我千年等一回呀，终于等到你呀，是吧？我绝不会放手，绝不会错过你这么美好。其实是个大骗子。这一幸福，钱就要开始偷偷的流走了。对，你想嘛。2个陌生青年男女哈都没有人生经验，对方就很油的，每一句话都说你心里让你觉得那么幸福感的话，那你有没有觉得对方是个老油条呢？是，太不真实了。我倒觉得要想这个事儿。所以，对，我觉得还是找实在的。好的。理工男是好的。我记得师父以前说过，就是要知己知彼呀。就是什么样性格的女生要找，跟她有互补性格的男生。你说的就是说你的个人的那种，比如说急性子呀、慢性子呀、温和的呀、粗鲁的呀，你要对自己的个性做出一定的评价。之后，那你说，那你在找的那个对象应该是什么样的个性的？比如说你是比较聪明好动的，你就应该找一个稳若泰山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用一个形象动物来比喻哈，就是猪配猴是最好。猪和猴。对。那个孙猴子。和猪八戒。孙猴猪八戒这个故事从明朝开始演播以来哈，其实这整部戏之中，戏最多的2个人就是孙悟空和猪八戒嘛。沙僧连边都靠不上啊，就他俩就是一傻呆，一聪明伶俐，对吧？这2个人的配合就是有戏，对吧？一个挨骂，一个也乐意挨骂，对不对？所以他们之间的配合就特别好。对。那你在找对象的时候是这样，这2个猴子哈，我们说从形象上来说个性，2只猴子不能结婚，太闹得慌了，对吧？你吵我比你更吵。是不是啊？2头猪也不能结婚，对，家里都没人煮饭了哈，都在那睡觉。对，所以就是一个灵活，一个懒惰，一个反应快，一个反应慢，这是最佳搭档。是吧？反应快的已经骂了好几句了，反应慢的说：“你说啥，亲爱的？”看，你看，
没听清楚，反应不过来，那就叫做幸福；反应太快，都是痛苦。师傅说的太对了。岁数太大，耳朵好使的人幸福不了。就是。都应该说你刚才说了个啥？你骂我，你看，对不对？他骂你没听清，你就夸他就好了，是吧？所以就是两个人反应一快一慢，就最好搭档，就是这样子。所以要分得清自己的那种个性和体质哈，你才能找到幸福的那个人，那一半儿。真是，诸侯好搭档，太感恩师傅了。师傅，我们还有一个网友在问他说他的社交圈比较小基本每天就是上班下班然后回家，就是好像遇不到一些那个平时生活中遇不到一些新的男生，只能通过一些网络平台去认识新的人。那想请教师傅，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做才能创造更多好的姻缘呢？我们第一个声明哈，我们告诉今天所有的网友朋友们，就是要想真恋爱，要想真结婚，就拒绝网恋。我们做了很多调查，很多叫情感诈骗的调查。今天在网上头活动的诈骗犯，就有组织性诈骗犯，至少有1000万名，有这么多，隐藏在各个社区、各个国家。我觉得美国那么严，美国也有，还有一些单打独斗的诈骗犯，也数不胜数。所以在网络的这个世界哈，就很像非洲那个天然动物园之中。你想嘛，不管你是牛羊鹿去喝水的时候，是吧？随时要不是叫毒蛇把你咬死，要不是鳄鱼把你吃了，就是这样子，处处都是危机四伏啊。所以在网络上恋爱，就有点非常的不靠谱了，那早期那个时候网络没这么复杂的时候，早期有成功的，也挺幸福的啊。但是现在来说，今天在网上找对象，难上加难，都是凶险的事情。在很多人都被在网上被诈骗犯诈的血本无归，对吧？老棺材本都叫人骗走了所以根本找不到真爱。所以我们说的都是落地的、见面的。我跟你说，就是见面的也有诈骗犯，这也要防范的。比如说信中所说，这是女生男生啊？女生哈。所以你看他老大也不小了，下了班就回家没有更多的社交，这你要创造社交的机会呀。这么你也光想要结婚找对象，你回了家都是家里除了兄弟就是姐妹就是父母亲，你给谁谈对象啊？对不对？你得在外面找陌生人呐。所以我建议非常老套的建议，去参与一些组织、一些团体我们比如说这个卡拉 OK， 还有一些唱歌的一些什么机构。是，没事，青年人到那儿去唱歌，没有几个老人在那唱歌，都是青年人嘛青年人出没的地方。是。还有青年人出没的地方还有哪里啊？运动啊，比如说健身。你看图片上的滑雪场你看这个情商要快，滑雪场是吧？运动场打球的，要打球的场几乎所有的除了壁球之外打球的一定有个对手嘛。你一个人去了找这个人就叫对手，不就是有了朋友了吗？对不对？幸运的话对方是个单身的还是可靠的朋友多好呀，是吧？你像打个篮球、排球、足球的话呢，是一个团体在打呀，对不对？反正里面不管是不是都是女的还是都是男的，但是一定发展出其他异性来的，对不对？朋友带朋友就来了。对，所以一个团体一个运动团体，运动之后非常快乐，快乐之后就乐意帮忙，所以很多爱运动的人都特别喜欢给朋友帮忙，对不对？所以你加入这样的俱乐部、这样的团体的话，就容易交到朋友。还有健身房，什么登山协会那个什么那种野山走路协会这徒步旅行是吧？那还有什么
不太容易谈恋爱的，像跳伞协会，因为那跳伞人数越来越少啊，本来50个人，跳了1年剩了5个人了，是吧？要么不敢跳了，要么摔死了哈。对，也分加入什么协会哈，有些协会人越来越多，是吧？比如说幼儿园妈妈协会人越来越多，对不对？得分情况哈。对，还有学才艺的，比如学变魔术啊，学跳个舞呀，是吧？尽量找有这种组织型的，多人组织型的，对，你要到咱禅堂也可以哈，到咱禅堂来，反正男男女女都有，无论怎样也比你憋着你自己家里好呀，对不对？你上下班2头，一个回家，一个是工作，那中间很难出来一个人接着跟你恋爱，说遇到一个可能是劫匪，也不是跟你来恋爱的，是伤害的，对不对？所以你加入这些社团组织，还是容易交到朋友的，对不对？你和人不能一见面就恋爱嘛，先了解，等经常有活动你去参与之中，大家就不断的了解，也许了解之后真产生了爱情，对吧？所以要给自己创造这个机会，你不要去，我跟你这么讲，你真想做这件事儿，不要去等待，去努力创造和寻找，对吧？还有一些单身哈，在国外年龄不小的单身哈，有很多，你说你比如说你都35了，你自己搬出来自己住，对不对？也是从公司下了班就回到自己宿舍待着去，你又想结婚，你待个啥？你回到你的屋能挖出个男人来吗？对不对？你得到社团里去啊，对不对？这还用我教吗？说我们的情商何在呀？天哪！肯定现在粮食中含农药太多。很多要人努力啊，确实努力啊，千万不能待在家里啊。是，对，很多人确实要光走出门着急去哈。对，但是不行动。对，所以一定要去行动起来参加各种组织哈，就增加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一定要从你在过去一下了班之后回了家干嘛呢？上网去找那个所谓的和你有缘的人哈，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途径。诈骗犯就是截取这一帮人的，所以大家不要去网恋，肯定都是伤痕累累呀。所以我是特别支持地面恋爱像地面作战一样哈，就见着面还就谈不到一起，你网上谈在一起都是骗你的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当面见。对，是不是以前一直讲说这个婚姻它就是2个人得生活在一起的，对，得过在一起，它不是虚幻的。对，2个人的结婚不是为了打长途电话，是吧？对，对，他得对。那讲到这里，我们网友们哈也是留言蛮积极的哈。有的网友说：“哎呀，那师父，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呢？还是很向往能够得到这样一份美好的爱情。”这个应该你们都比较了解，你读了那么多诗篇，对不对？反正就是爱情中觉得蛮甜蜜的，就是互相为对方着想啊，心里有一个人会能惦记着呀。就是因为相爱走到一起哈，走到一起不一定完全是幸福的，不要以为你们走到了一起，从此天地合，从此是吧？美丽的小鸟在歌唱，不是这样的，是你自己想的。很多就是2个人见面在一起是幸福的，但是生活还是艰苦的，知道吗？所以也有的时候是麻烦，也有的时候是灾难。所以当灾难来的时候，爱情才开始真正的启动。爱情真正被启动了之后是什么呢？叫做保护的欲望。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保护你。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挣了钱给你。因为我爱你，我挨着饿，我把包子送给你吃，对不对？因为我爱你，你一个肾坏了，我把2个肾全捐给你，宁可死都给你。他为了你好，对不对？他不是相互剥削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弄明白哈。所以中国古人早就研究透了，叫做相濡以沫。相濡以沫就是2条鱼，河床里水都没了，都干了，鱼肚子也没多少口水了，对不对？鱼知道
鱼要靠水来生存，对不对啊？就把我嘴里的水啊吐给对方的你，你活下去吧。对方说不行，你比我还小2岁，你要活下去，再吐给你，2个人来回吐，啊，就是为了让成就对方的生命。感动吧？感动，挺感人的，好感动啊！这就是爱情。你什么时候遇到？对，所以爱情绝对不是剥削，剥削一定不是爱情，对不对？那敲诈就是骗子啊！真正爱情是为了对方好，对。所以希望大家都能遇到真正相爱的人。说到感恩师父，太感恩师父了。哎呀，今天学到了好多啊！感恩师父。我说的这些都是普通人间的东西。像你们俩上课前，上午你就问我，那从佛法来说，对我们所说今天这个话题爱情之类的，有什么一些感言吗？我就想到佛法之中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叫无我，对不对？所以如果用于爱情的时候呢，就是说，当利益来的时候，我要无我，就是我不贪得利益，不占便宜。比如说我们俩相爱了之后，我不占你的便宜的，我不是在你身上榨点油出来，你爸有钱我弄点钱之类的，不是，我不占便宜的。所以当利益来的时候，我就用好无我，我没有，所以没有自我贪执，对不对？但是呢，当这个对方需要我的时候，我要用好我，对，把我的有用的部分奉献给你，所以呢，这个无我和有我，说在爱情的或者家庭之后呢，一定要是2个部分都可以善用，对，这样你的人生就是幸福的。在这个境界之中，无论对方是不是那么爱你，你也去这么做，但是你是得到幸福的。你这样做，如果对方不这么想，你对对方那么好，其实对方也不会那么幸福。可是你这么做这么想，你是幸福的。所以佛法无处不在，可以用于我们的生活，用于爱情，用于家庭与人生的经营之中。希望大家都能得到美好的爱情。感恩师父，我们会记住的啊。其实有这样的心态，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有缘朋友都能找到那一份属于他们的爱情，也能很好的经营下去。对，一定会。太感恩师父了。哎呀，网友朋友们都说没有听够啊，师父还想继续听。时间的原因咱不能多讲哈。那咱们还有续集吗，师父？不是，这不就讲完了吗？这点事儿还是有的呀。网友香可，你觉得已经都学到手了吧？就是感恩师父今天给了很多实际的那个指导，就是如何就是找到一个好的对象啊。但是可能也是有很多网友们还想继续请教师父，比方说，如果真的是找到一个觉得还不错的人，那怎么让这个恋爱能够开花结果？就是怎么样才能走到最后？其实我们也是在 X 频道有发一个帖嘛，师父有很多网友也来信了，还陆续在来信着。我们收到很多好故事他们自己真实的一些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在情感方面的问题，想请教师父。也是希望师父是不是能够这个怎么让我嫁出去？我们还有续集来继续给网友深入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是这样的哈，因为很多细节问题哈，如果网友有相关的觉得是个障碍啊、麻烦呐、烦恼哈，你可以写信给我们哈，那我们进行组织之后，咱们可以再讲续集。好啊，也可以有第2集、第3集。太好了，太好了，感恩师父，太感恩师父了大家很有需求。是的，是的。那我们就是大家看哈，在我们这个图卡上有这个邮箱地址网友朋友们呢，欢迎你们分享你们情感经历中的真实的困惑哈，你们的内容写得越详细越好。
那幸运的网友呢，如果有幸被我们抽中哈，你的投稿会用于我们下一期的直播的话呢，就会获得一份特别殊胜的奖品。这个奖品是什么呀，香客？就是师父的这一本这个打开所有心结的书啊，还是师父亲笔签名的版本。哎，大家可以看哈。哎呦，这本书，它的实体书呢，我们也是刚刚印刷好啊，陆续呢会到各禅堂啊，禅堂呢其实可以开预售了啊，我们这本书还带着书香呢，那这一本打开所有的心结呀，也是充满了智慧的法宝。充满了吉祥护佑加持的法宝的相信我们所有在人生中遇到困难、遇到烦恼的我们的朋友们哈，你们拿起这本书翻开看一看，一定能让你豁然开朗，心结打开获得书中师父给我们的智慧。那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呢，就是你翻开书的第一页，师父翻开书的第一页给大家看。还有我们的黄财神的这个唐卡，哇，好美啊，好精美啊，哈，是很殊胜。下面有黄财神心咒，师父亲自加持，每天诵念108遍，财宝满仓随心愿，真好。所以这本书啊，还带给我们财富的加持。有黄财神的吉祥加持。那这本书呢，也是特别建议哈，师父特别的慈悲，我们书里的这个纸质选的都是特别容易读的，在不同的光线下哈，读起来都是很舒服的，而且字的大小也是非常好。我们就是中老年的这个同修们读也是很容易读的。对。而且书里面哈，你就简单翻一翻，书里面的每一个书页都是颜色呀，都是非常舒服的。还有师父的墨宝，很多师父的墨宝。这个书印的质量非常好。对。就是这些纸张本身也是有颜色的。我就选的日本工厂制的象牙黄。这样大家在读这个书的时候啊，就没有白纸的反光的感觉，是读着和眼睛是舒服的，还有这个字体呢都是故意调大的，对，在中老年朋友的话呢，有很多就不用带老花镜就可以读，就是很好的所以印的这个纸张颜色还有印刷的质量都是一流的，非常好。对，特别感恩师父，所有的细节都为大家想到了。关于里面这些内容哈。我自己拿到这个原书之后，我也读它2个章节哈，我觉得还是对大家会有帮助的，是非常有启发性。因为是总结了我的这个修行的历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对，做人做事的经验，还有佛法的一些智慧，融合到一起的，所以这内容是这样的一种多方面的融合，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帮助。那师父想要真正的去获得书中的智慧，这个书是不是随身带着，时常翻一翻会好？我早就希望大家哈，这个书请到手之后哈，就这个纸本的这一种，最好带在随身的包里去。当你有空的时候啊，坐车的时候、等车的时候，你就翻开打开看一看，我相信会给大家呢能带来很多的帮助。还有遇到问题的时候翻开看一看，我相信会给你带来很多启发。太感恩师父了。对，那这本书呢，师父也是设计的特别好。我们这个是有一个塑料的这个套儿哈，对，所以其实特别方便，就是你放在你的这个书包里啊，什么都不会损坏它。因为我们印刷的特别精美，师父说我们印刷的书就是珍藏版的啊。就大家请回去了。咱们这个塑料套是每本书都有，每本书都有的。对，这个套是你请到书之后自己装上的哈。对，是这样的啊。对，所以挺耐用的啊。这个书就多用一段时间啊。是。对，会比较好。感恩师父。各禅堂很快就收到了。是而且每个禅堂定的也是限量的哈，师父。所以呢，我们网友们一定要赶快去禅堂去预售啊，去预定属于你的啊。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很多其实现在的青年人孩子们了哈，出去闯事业很不容易的。
那作为家长呢，尤其是师兄师姐在禅堂哈，给孩子们哈，每个孩子都请这样的一本书，让他们随身带着。因为孩子都是报喜不报忧的，他遇到困难，他也有的时候自己解不开，郁闷打不开。你送他一本真的是师父这样打开所有心结的书，那对他的人生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智慧的宝典哈，可能远远胜过那个挺富贵的金钱。是的。对，因为宝典可以应对各种状况。对。而钱呢，只能有一个花的一个实现啊。是。对，所以这个书其实更重要。对给孩子给你最亲爱的人，对，还要做春节的礼物。真是这是最好的礼物。对呀，把智慧送给孩子。对对，拥有智慧，人生一定会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吉祥，越来越富贵的。感恩师父。好。那还有一个小插曲哈，师父，我们这个每一本书啊，你看，师父特别特别好，还奉上了一个礼券。这个礼券都有哪一些呢？你看哈，能够在当地的禅堂报名参加免费的一堂菩提禅修的课程，健身班或者减压班。对，而且呢，还有一个$20的法务礼券哈，可以去禅堂的法务区来单次购物100元的话就可以使用，还有$20的供灯礼券。也是在当地禅堂可以使用的。这一本书的价格其实只有$10。对。真的获得了师父如此多的这个智慧啊、奖励啊、礼物啊，对和加持，真的太感恩师父了。就给大家赠送很多吉祥。对，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好，那也非常感恩师父在这个新春佳节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特别的一些法物。其中就是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最新上架的这个钥匙扣。我们看看图片。就是这个是师父每一个都是师父亲自设计的，然后都是师父给大家的最真心的祝福语。那这一次我们有10款这个钥匙扣都是不同的设计，不同的祝福语。然后呢，就是每一个钥匙扣我们迎请的时候都是在一个盲盒袋里。所以其实呢，我们在请的时候，你可能都先不知道你是得到哪一款，就里头装的是哪一款不知道。是。我们现在来打开，我跟师姐各打开一个给大家示范一下。好。我要看看师父给我的加持是什么。大家可能耐力成大事。特别特别的好，好喜欢。我的也是很有缘。对。因为我设计的很多字都是我写的。是。就非常的精美，而且挂在那个包包上钱包上随身携带。它的正反面都有吧？对，都有正反，背面是英文的。然后前面就是中文的。对，都是师父的祝福语和提醒语，我们随身携带。这样子时时提醒自己，也是我们的一个像个护身符一样。真是护身符。是。这个也是新年很好的礼物啊。对。我看这个至少能在包包上带好几年呢。能。是吧？还是耐用的。是的。对。所有的包都可以挂上哈，而且有10款。对，10款，大家都可以去请哈，属于你的吉祥加持的护佑的钥匙扣。就是在慈悲音网站上和菩提学院网站上都可以迎请，然后到各地禅堂，对，就是也是能够迎请。也有哈。对，迎请我们这个钥匙扣。对，禅堂也可以开始预售，很快也会到了。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适合新春的一个法物，就是平安扣。今天师父给大家准备了各式各样不同材质的平安扣。你看有玉的呀，有粉水晶的呀，青金石的呀。就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嘛，今年是那个赤马红羊年。对。然后尤其是那个4个犯太岁的属相。是。就是那个属牛的、属马的、属兔的、属鼠的。对，就是比较可能会运势上比较不容易的特别就需要随身佩戴的一个平安符这样子。然后所以平安扣这个是特别合适的
那之前师父也有开示过，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可能就是如果说你能量上比较弱呀，那需要增强能量，你可以选择红色或暖色调的平安扣。那如果是比较火命的，需要平衡一点呢，就可以选择像那个冷色调蓝绿色的这个平安扣，对，就这个也是都可以上那个菩提禅修学院网上或慈悲音网站上去引请，然后各地禅堂也很快也会收到的，都能收到，太好了，而且价格都非常的优惠，是。真的是你在新的一年给所有我们爱的人都请这样的一个平安扣，护佑他们出入平安哈，一切吉祥。对，这个就最重要的。对，平安扣是。我这挂了这么多哈，就是不同的哈颜色。是。有粉的，你看有的有点偏红黄的哈，是金丝玉的。你看这个，还有我手里拿的。都很美。我们在温哥华禅堂嘛，其实已经看到有不少的小姑娘都戴上了，特别漂亮啊。对。很多小姑娘喜欢这个粉色的，招桃花。我这里不是粉的部分呢，其实是绿色的，淡绿色。它有时候你屏幕呈现的颜色看不清楚哈。但我手里拿的除了粉的就是绿的。对，翡翠的都很好的哈。对，有玉啊，有翡翠呀。有这个粉色的水晶呀，都有哈。对，应对这个赤马红羊年哈，其实需要身上佩戴。需要的。这个春节就要到了，所以呢，大家身上呢带上它，让自己呢哈能够圆满平安，走过这一年。能够尤其是在这个犯太岁的这个年景和属相来说的话呢，能够佩戴一个吉祥的宝物哈，将这个太岁的这个冲煞呢给它缓解的哈，给渡过去，对，让自己这个身心灵吉祥平安，出入平安，身体健康安详，清净自在，对，让这个冲犯的这个气呢不冲到你。对，让你很圆融的度过去。对，也许一个小小的平安扣，就让你能化解危机。对，这样火箭冲天，无非就按下一个小按钮。就不要看小哈，就关键时候也许能够顶到大用途。对，所以能够带上它，能够和这个太岁哈，能够讲和，和太岁成为朋友哈。你就成为了人生吉祥的赢家。收到。对，感恩师父。借这个春节到来哈，要带在身上，让自己得到一个圆满的答案。说不定还能圆满其他的心愿的。是啊，感恩师父给我们这么多吉祥的宝贝。对，对，师父，那我看那个菩提禅修学院网站上，还有上架一批那个特别精美的祖母绿的首饰，对，非常的高贵哦，非常的美丽。那师父，我们有一些网友可能对祖母绿这个宝石不是那么了解，可以请师父帮我们开示一下吗？好的。这个祖母绿呢，世界各地哈，各个州都有，比较多的像这个南美洲。再到非洲比较多，像亚洲呢，靠近像土耳其那边多一些哈。对，这个祖母绿是个神秘的宝石，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研究的感觉哈。当我摸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它一个磁场是吸进去，它是接收能力超强啊。对，你像那个碧玺呢，是这样串通的沟通能力，而这个祖母绿呢，是吸力特别强。对，把吉祥的吸进来，对，还有呢，它呢能促进了，比如说你的祈福是什么？你写一个祈愿的一个内容哈，比如我希望我今年呢能够发财，希望呢今年呢我能够增加我的人生魅力，吸引一个和我真正有缘分的好男生，你看这也是吸引力啊，对，希望呢。我喜欢的工作事业呢，我的公司我的老板呢，能够发现我的才能，能够重用我，是不是？甚至是涨点工资啊，对，
或者让我的家庭更和美。哎，还别看它是绿色呀，正是针对赤马红羊年来的色呀。我在3年前就开始准备，到这一年的用的这个法物，就针对这种大火之年，清净的蓝绿色是特别好。还有带这个祖母绿的这个绿因为它是半透明体，这个半透明体的这个祖母绿呢，它其实让学习禅修的人呢，容易产生灵性或者通灵的能力，是这样的，所以还能够镇静、安神、保平安、避邪气，就这些功能在里头。所以呢，这些呢，我们都是手工对，咱们学院的手工，来把它这个进行这个设计穿出来的。你像看到照片上那个链子上都是金的，对，它真是配了很高级的东西。当今黄金涨得这么贵的情况下对，非常高贵。这个就戴上它就是避大灾，要延寿，还增强你的能量。因为带金是增强你的能量的，增强你的定力，增强你的摄受力。那是黄金，再加上这个祖母绿，是吧？这个绿配金，暖人心这个胜过帝王这个权力和富贵呀。所以戴上也好看，很有气势。对。所以这个祖母绿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在亚洲、中国来说，这个东西比较少，所以很多人还是比较陌生的。其实，在世界3大宝石之中，它占有最重要的一席之地。古埃及以前的那些法老那些皇后都是特别喜欢这个宝石的。当然了，是埃及艳后特别喜欢。它是很神秘的一种力量。对，因为埃及它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法术对，他使用法术的人，如果有钱或者有机会，如果遇到这个石头，一看就会喜欢了，对，会增加你的灵性的能量，增加了那种吸收和震慑力。太好，这多好呀！感恩师父。那我知道我们这一次的祖母绿的这么珍贵稀有的首饰也是非常有限的对，所以有缘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机会了有几条？对，真的没有几条，对，而且特别特别的美然后去菩提禅修学院网上去迎请属于你的那一份吉祥和加持，赶紧抢购哦。好。那接着呢，我还是想再一次呢，温馨提示网友也是新春要到了，那非常感恩师父在大年初一呢，会为我们所有有缘的朋友来上头香。上头香。上头香。那师父为我们上头香，佛前祈愿，那可是很大的加持。那今年我们也是有3等头香，而且师父给了非常吉祥的祝福。每一等头香都是不一样的。那1等头香呢，是消灾除恶、寿比南山、消除魔障、吉祥圆满。对，大高香。大高香，对，是我们最大的高香。对。2等头香呢是消灾除恶、招财进宝、人见人爱、马到成功。对，那3等头香呢，只要$8香客是消灾除恶、出入平安、一帆风顺、如意吉祥。都是最美好的祝福，所有美好的祝福都在里面了。对，真的感恩师父，大家也是一定不要错过这么难得的机会。对，我很乐意呢，在新年之际来代替大家上头香，也得到上天最美好的祝福对，将一切美好、吉祥、幸福圆满财富快乐来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家庭太好，感恩师父。好，那还有呢，就是我们4个犯太岁的属相的朋友们，一定不要忘了为自己点一盏安太岁灯是，对，这个也是在我们菩提禅修学院网上那1等头香的朋友们呢，我师父今年还会送一盏，免费送一盏每一个1等头香都会额外获得一盏安太岁灯。感恩师父。再次感恩师父。不客气。好。那有请师父来加持我们语树房的赞助我们的朋友们，好吗？一定。好，大慈大悲药师佛，
一定会加持所有支持我金菩提进行全球网络弘法活动的支持者哈。祝你们全家幸福吉祥，收到；出入平安，收到；神佛欢喜护佑，收到；一路吉祥，收到；顺风顺水，收到；儿孙贤孝，收到。谢谢谢谢。感恩师父。好，那我们也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期的直播时间，就是1月30号北美时间1月30号周五晚上6点，那亚洲台北时间呢是1月31日周六上午10点。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全部讲完了哈。好，祝福大家吉祥如意，我们下次直播再见。感恩师父。谢谢。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